女士终于开始教训调皮的姑姑，万众期待的判打环节正式上演。这天胆大包天的二妹跑来挑衅爱宝，原以为艾女士会像往常一样忍气吞声，没曾想爱宝咬着闺女的背心，直接把她甩飞，表示新手保护期已过，看老娘怎么收拾你。随后一掌把张牙舞爪的辉宝拍到屎堆里，眼看打不过战斗力爆棚的艾女士，熊小脾气大的辉宝转头呼了姐姐一脸屎。吃瓜群众瑞宝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化身钻头小旋风，嫌弃的将青团抖落干净。辉宝以为瑞宝此举是在跟自己挑衅，于是一个纵身跳到姐姐身上回击，可怜的瑞宝被压得直接发出一声狗叫。这场闹剧终究还是大妹抗下所有。要知道辉宝仗着体型优势没少蹂躏瑞宝，晚上夜深雄静时会先给姐姐来个夺命锁喉，随后再用连环腿噼里啪啦一顿乱传，熊肉沙包瑞宝就这样被蹬得头晕目眩。有时辉宝惹艾女士生气后被逮来罚站，没曾想一身反骨的她直接当着老妈的面迁怒姐姐。很难不怀疑瑞宝之所以能成为姐姐，是被辉宝贤爱是一脚给蹬出来的。如果说瑞宝喝奶是为了活着，那辉宝活着就是为了喝奶，甚至因为太能喝，差点把艾女士榨干。有时调皮的辉宝为了独享所有，还偷偷伸出小手干扰正在干饭的姐姐，导致瑞宝一个重心不稳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眼看自己的小甜瓜被废头子拿捏，艾女士果断出手拨开捣乱的辉宝，心想好不容易生了个优雅可爱的闺女，可别被废头子2号给整蔫了。要知道瑞宝是3个孩子中性格最乖巧的那个，不仅不会废妈妈，还很崇拜艾女士。瑞宝最喜欢近距离欣赏老妈的盛世美颜，两眼亮晶晶，我的妈妈全天下第一美。相比之下，小魔王辉宝不光费姐还费妈。当喂完奶的艾女士躺在地上补觉时，精力旺盛的辉宝咬着根竹子戳老妈鼻孔。这一幕和福猪猪挑衅艾女士何曾相似，并且和福宝用爱宝脑门擦屁屁一样。辉宝也非常喜欢用小屁屁拱老妈的嘴巴，每一个动作都在艾女士雷点上反复蹦迪，也难怪忍无可忍的爱宝找江爸退了。然而江宋二人同样压制不住辉宝，看到江爷爷先给姐姐喂瓶瓶奶，辉宝气得直跺脚，随后一掌拍在对方胸口上，力道大到让江爷爷直呼啊一声。当宋爷爷抱着瑞宝准备来场爷孙情深时，吃醋的瑞宝直接弹起来嚎出狗叫声，凭什么爷爷要先抱你？你给我下来！宋3岁见状赶紧拍拍屁股溜之大吉。独留弱小可怜又无助的瑞宝抗下一切。如今过了新手保护期的辉宝，比福宝更早接受艾女士的制裁，不知小家伙未来是否会安分一些呢？虫洞不大创造神话，6大顶流双胞胎竟全是显眼风。首先出场的是前任网红双胞胎，动花莽仔的儿子莽星星和莽晨晨。兄弟俩小时候非常乖巧可爱，尤其是晨晨洗澡时会自己扶着水管站起来，敦实的体型难怪被网友戏称为晨晨猪儿。然而晨晨和星星哥哥搬到新家后，天天不是打滚就是爬树拔树苗，如今更是嚣张到上房揭瓦，结果低估了自己实力下不来了。星星本想去营救，却只薅下来一大坨毛草，又气又急的他差点要说人话。奶爸发现后立马拿梯子来接好大人，没曾想晨晨啃了口梯子后便果断放弃，估计萌完看到后要急得跳起来揍熊，表示这可是好东西，用不明白就给我。即便奶爸把梯子摆出各种造型，倔强的陈猪猪最终还是原路返回。果然莽家不养闲熊，个个显眼包体质。而如今新晋网红兄妹于可于爱，同样性格古灵精怪，长相可可爱爱。爱姐年仅1岁就已经晋升虫洞2馆长，典型的熊小脾气，大气狠的连自己都敢揍。主打彪悍的熊声不需要解释，但于可跟妹妹的炸药桶脾气不同。他掌握众多狐妹子功底，包括但不限于搂脖勾腰、亲亲摸头杀。兄妹俩还经常联合起来废妈妈，感觉二顺天天都处在崩溃的边缘。而奇珍奇宝两姐弟在虫洞则显得与世无争，但正所谓赢者往往都是绝世高手。真美丽才2岁大就学会了自主开门上下班，甚至有次她竟偷摸的把奶妈关在外面，吓得对方瞳孔地震，赶忙往回窜。与身为虫洞脑力担当的真美丽不同，弟弟奇宝却是个实打实的战五渣，每天都被星辰俩土匪按地上揉捏。但奇宝并不气馁，努力干饭，积极干家，发誓总有一天要为自己报仇雪恨。此外，虫洞双胞胎还有熊猫界顶流天团4喜丸子，也就是同天出生的双重喜庆4只小熊。大哥双双战斗力爆棚，无熊能敌，虫虫调皮捣蛋爱惹事，却总被制裁。就连奶妈都吐槽他是个典型的搅屎棍，而萌妹喜喜如今已经被俩糙汉同化，跟双双虫虫处成了兄弟。唯有庆庆独树一帜，仍保持着仙女熊气质。除了双胞胎虫洞，还有龙凤胎，也就是兰香生下的鱼宝鱼贝。兄妹俩自出生起就注定熊生并不平凡，毕竟当年虫洞想要男娃都快没了。兰贵妃一举生下太子爷鱼宝后，直接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。鱼宝鱼贝从小和姑姑梁月生活在一起，但太子爷却因拳打妹妹，脚踢姑姑，喜提单肩。如今鱼贝7岁了，仍跟梁月住一起，两熊的黏糊劲儿让人直呼神仙有情。对此鱼贝表示哪有什么天长地久，全靠本姑娘脾气好。网友们还知道虫洞双胞胎的哪些趣事呢？家不养闲熊，个个都是顶级显眼包。这天木叔拎着水管来给蒙大洗澡，本着有福同享有澡同洗的名字，蒙大撩起水花往对方身上泼，木叔无奈只能躲到一旁伺候他洗。
没曾想萌大先是装模作样的假装玩水，随后趁奶爸不注意再次扑上去，反应慢半拍的木叔直接失神，也难怪保安大叔管萌大叫坏小子。如果说别的小熊有800个心眼，那萌大绝对是有8万个心眼的逗比跑小熊。夏天天气炎热，大公子就怕门口露出大脑。懒羊羊表示正常营业中，不准投诉我。此外，邋遢大公子不仅热衷交朋友，有时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。一天，萌兰正跟大哥在窗边街头聊天，谁料萌大突然倒立对着弟弟尿尿，屎尿淋头的萌兰还扒着窗好奇张望，直到萌大释放完后才后知后觉。反应过来的萌兰被恶心的直接跑远，随后倒在地上不停揉搓耳朵，内心暴风哭泣完了我不干净。不得不说，萌大这招都头尿。对从小爱干净的萌兰简直是一击绝杀。萌儿不仅喜欢洗澡，还喜欢给旁人洗。只见发姑奶爸正在为熊猫仔仔洗澡，身后已经洗白白的萌兰化身搓澡师傅，边撕扯发姑奶爸衣服，边不停往他身上泼水。奶爸无奈回头对着小熊精又爱又恨。果然，萌氏家族没有一个是傻白甜，就连外表人畜无害的萌儿也会化身鞭炮。别的小熊淋到水时恨不能一整个消失，可萌儿看到奶爸拿着水枪给花花草草浇水，他立马小屁股扭啊扭的跑过去玩水。最终玩急眼的萌二直接上瘾。北动版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兽人永不为奴，除非包吃包住。但大部分时间萌二都是乖巧小熊，因为长时间接受1丈冰黄连奶爸的训练，萌二不仅能像代代香珠一样躺板板正，睡醒觉后还会仔仔细细叠被子。如此通人性的小熊，请问哪里能有？此外，萌二还是位多才多艺的贵公子，高大威猛的身躯跳起华尔兹，竟无一丝违和。人际交界，提起裙边，让我的手轻轻地在你的肩。不仅舞步非常标准，甚至看见了崩主。果然，萌氏家族从不养闲熊。心思细腻的萌二虽然不会说话，但他会用声音表达情绪。有人陪萌二玩耍的时候，二小子总是高兴的咩咩叫。但很多时候，萌二除了木头和满场溜达，几乎没什么可以玩。即便有游客一直在努力跟萌二沟通，但孤独的萌二仍难过地发出了气笛声。希望每只大熊猫都能快乐每一天。熊猫宝宝究竟有多软萌可爱？第一位福来，听到开门声，小团子赶紧上前，双手拽着横栏，还用小短腿抵住门。小熊精福来知道这样做就不会掉下去，猛一看像极了门上长了个黑芝麻汤圆。第二位福宝，自出生起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，mini福的可爱瞬间可谓多到数不清。小小一团趴在那眨巴着无辜清澈的眼睛，单纯的目光瞬间让人忘记所有烦恼，并且福宝小小年纪就会钓鱼，把竹子扛在肩膀上的模样软萌又可爱，累了就乖乖趴在木架上安静睡觉。果然能打败福猪猪的只有 mini 福。第三位暖暖，身为马来西亚人民的掌上明珠，奶爸像骑士一般给予暖暖无限的宠爱。小公主会傲娇的把手放在对方掌心，仿佛在说身为骑士要好好保护我。当奶爸拿着粉红帕子跟他玩捉迷藏时，暖暖故意猛地抬头吓唬奶爸，计谋得逞后，小家伙脸上满满的坏笑。第四位陈和，只见小家伙身上挂着蓝色水桶，扭着屁屁慢悠悠跟着摄影师走。看到这一幕，网友们纷纷调侃，原来成何体统这个成语是这么来的。第五位福多多，因为从小活泼好动，被网友称为精神小妞，有事没事就喜欢挑战倒立洗头。估计小家伙上辈子跟旁人打了太多赌吧。不过有时福多多也会失误出洋相，只见他刚想为姨姨们展示倒立洗脚脚，结果一不小心直接摔了个屁股蹲。自觉丢熊的福多多尴尬的瞅了眼镜头，心虚的小模样让人忍不住搂怀里狠狠吸一把。第六位萌兰，从小长相英俊帅气的萌兰，不仅深得奶爸奶妈们的喜爱，就连熊猫仔仔都愿意跟他贴贴。长久下来，萌兰竟学会了美熊计。只见柯小和萌儿争抢一颗小竹子，战五渣萌兰发现自己打不过对方，于是使出绝技，残忍夺走了柯小的初吻。太狡猾了，竟然用美熊计！正当萌兰得意洋洋之际，自己没站稳，摔了个大跟头。可他却认定是柯小推的决意报复，没曾想眼神不太好的萌兰几次都扑空了。吃我一记天马流星刺！天哪，难道我已经练成了传说中的100%扑杀必闪避绝技？第七位四喜丸子，同天出生的双双重重喜喜庆庆，从小一起喝瓶瓶奶晒太阳，小家伙们手脚并用拖住奶瓶，奶萌的可爱模样令姨们心软软。四小只还会一起给祖母送新年礼物，就算是洗澡也要挤在一个澡盆，长大后会挤在一起偷看隔壁的美女熊，还喜欢的就是围炉煮茶搓麻将。这样悠闲的生活，在两脚兽看来也是相当炸裂的。网友们还知道熊猫宝宝那些可爱瞬间呢。